注意看，這隻貓咪居然站在主人的吉他上，面對圍觀的人群，它眼神犀利，沒有半點害怕的樣子。路人們被貓咪吸引，紛紛圍了過來，時不時還有人送來打賞。不料，就在貓咪志得意滿的時候，有人牽着狗走到了他們面前。賣唱的詹姆怕狗狗嚇到貓咪，往後退了退。然而，這群人分明就是來找茬的。在混混的指引下，狗狗抬起腿，把尿撒在放錢的袋子上。詹姆急了，裡面的錢可是他和貓咪的生活費，哪能被這樣糟蹋？有觀眾看不下去，推了混混一把，沒想到混混是個愣頭青，馬上就和觀眾們扭打在一起。詹姆怕貓咪受傷，急忙把它護在懷中，自己卻結結實實的挨了好幾下。幸好警察及時趕到，把他們救了出來。然而讓人氣憤的是，混混竟然倒打一耙，硬說貓咪先招惹狗狗，才引發了鬥毆。雖然有監控作證，但法不容情，詹姆還是被罰6個月不能上街賣藝。回到家，詹姆失魂落魄的癱坐在桌前，生活好不容易有點起色，現在卻一抹到底。他把頭深深的埋在桌上，多希望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可是現實就是這樣，由不得他繼續消沉。為了掙錢養活貓咪，詹姆又應聘了一份雜誌銷售員的工作。他每天要在街上站9個小時，從一本本雜誌裡爭取微弱的差價。幸好有貓咪在身邊，詹姆的生意仍舊很不錯。許多人慕名前来，專門到詹姆這裡買雜誌，卻引起了同事的不滿。詹姆對此毫不在意，他每天早上都樂樂呵呵的用單車馱着貓咪去上班。然而樂极生悲，這天詹姆經過同事的地盤，突然有對夫婦叫住了他。女人想和貓咪拍照，詹姆欣然答應。不料女人拍完照，出於好心，硬要塞給詹姆20塊，這下子可闖了大禍。雜誌公司有規定，員工不能在別人的地盤上做買賣。詹姆的同事借題發揮，大鬧特鬧。領導沒有辦法，只能收走詹姆的存貨，並罰他1個月內不准上街。詹姆所有的積蓄都拿來買雜誌了，不能上街就沒有收入。他搜進家裡的錢卻只有10來個硬幣，沒辦法，詹姆只能開啟省電模式，每天就吃1頓飯，再給貓咪買個罐頭。可就算如此，錢還是不夠花。詹姆數了數手裡的硬幣，咬咬牙，只買了1個貓罐頭。為了果腹，詹姆只能去領救助晚餐，但也不是每次都能領到，有時候他還得幹回老本行，在垃圾桶裡找東西吃。就這樣熬過2個星期，詹姆的錢還是花光了。貓咪餓得喵喵叫，在家裡走來走去，詹姆也餓得心發慌，可他還是強打起精神，不停地安慰着貓咪，說馬上就能有飯吃。第二天，詹姆重新回到街上，餓着肚子唱起了歌。處罰期還沒過，他只敢來城郊碰碰運氣。然而城郊比不上市區，這裡的人也很窮，詹姆嗓子都唱啞了，卻1分錢也沒掙到。貓咪呆呆地望着声嘶力竭的詹姆，眼神裡充滿了感激。回到家，詹姆坐進浴缸，任由冷水澆在身上。為了想辦法填飽肚子，他其實已經很久都沒吃戒毒的藥了。看到詹姆反常的舉動，貓咪突然有種不好的預感，毒癮發作，詹姆像一條缺水的魚，躺在地上不停地掙扎着。對藥物的渴望讓他變得暴躁易怒，充滿了攻擊性。貓咪雖然害怕，可不管詹姆怎麼鬧，他都會坐在不遠處關切地望着詹姆。在這段生不如死的時光裡，貓咪成了詹姆唯一的寄託。不知過了多久，詹姆從暈厥中醒來，貓咪靜靜地守在一旁，陽光透過它細密的毛髮，把它襯托得像一個天使。詹姆心裡充滿了感激，如果不是有貓咪陪着，他根本堅持不到現在。隨着詹姆戒毒成功，好運仿佛又回到了他們的身邊。出版社找到詹姆，想把他和貓咪的故事出版成書。不僅如此，為了讓詹姆安心創作，出版社還願意預付稿費。天降大運，詹姆激動地看着貓咪，一時間不知道該說什麼。幸福的日子一晃而過，2年後，詹姆的書成功出版，而且直接登上熱搜，成了暢銷刊物。簽售會上，粉絲們蜂擁而至，都想親眼看看書裡那只可愛的貓咪。演講環節，詹姆把貓咪放到了最前面。他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今天。有時候，生命就像一場漫長的旅途，沿途中無意的善舉，往往會帶來最意想不到的幸福。